哎，我老公跟他儿子拿铁共枕的第一个夜晚，把拿铁给睡丢了。昨天我跟翟耀达睡一屋，拿铁跟我老公睡一屋。我原以为这么安排，让他们爷俩能增进一下感情。结果早上起来我一推门，哎呀妈呀，他爸那大呼噜打的，就跟那野狼哭白火似的，嘹亮中透着凄惨。拿铁一人在地上独酌。我说你们爷俩睡得分崩离析，那拿铁咋还让你睡地上去了呢？你睡觉时候推拿啊，我就使劲推他，咋推也推不醒。但是每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都用这招。哎，你说要说他鼻子好使吧，他那呼噜打的跟那个驴要做肠镜似的。你说他鼻子不好使吧，闻着硬菜跟诈尸似的，渺小。西兰花还不好使，我尝试过，必须得是有荤腥的。我就赶紧问他，我说拿铁呢？迷糊的。那跟你这上班啊？我说要么你呢？你在也门的啊？他才清醒过来，往周围一看，哎妈，孩子呢？我说你赶紧找啊，他也不着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他能跑哪去？肯定在这屋呢。现在出门多难呢，还说我你就操心操太多了。人家孩子可能就想在地上睡，接地气是很重要的，就从瓷砖上面往里接。我说那他没有背睡觉多冷啊！我老公说他冷了，他才知道以后睡觉要在被底下睡，别逃窜。你看他自己在那儿啥事没有，那就是不冷。然后我才想起来，我女儿小时候，我一天晚上起了3回给她盖被。我婆婆完全不理解，问我：“亲爱的，你怎么这么辛苦？我的小甜心，我生了3个孩子，我从来没有半夜起来过一次给他们盖被。我也是要睡觉的，我也是要生活的。他们动着我就动着了，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”我说温迪啊，你们家的3个孩子也很难说是好好的。你没看着你儿子在铁岭蹦蹦床上，那别人一看那雪人就是被冻着过。但是也有好处，挺金活。你给他热度，他也不化，你这玩意儿。咱们呢也不知道我婆婆和我老公这种野代方式到底有没有道理，也许有。但是我一想到孩子晚上睡觉踢被乱动挨冻，我受不了。所以我和当时媳妇选的是这款曼西的小红心睡袋。曼西一直做各种母婴产品，所以非常了解妈妈们的痛点。我不知道你们家小宝宝有没有这个问题，就晚上睡觉特别容易出汗。这个问题在天凉的时候最闹心，盖多了怕捂着，盖少了还容易着凉。这款睡袋呢特别有智慧，因为它的汗液只会单向的排出，不会堆积和反渗。你不信的话，我给你看啊。你看里面一碰到这个汗液就出现独角兽的印花图案，通过面料内层将这个汗液排出去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既全身保暖，同时又透气。孩子热了呢，把热量储存起来；孩子冷了再给它释放出来，让它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。而且拿铁睡觉的时候，我会用这个小袖口把它小拳头给包住，让冷空气不在我钻空子的肌肤。以后我当上媳妇再跟我展示她的冰雪才艺，我也得给她套上一个这么多才多艺的一个雪人。你说我捧在手里怕掉了，放在厕所怕化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，我婆婆这想念中餐，想念的不行不行的。但是嫌这个中国餐馆太贵，还舍不得去。以前我去呢还能露两手，现在也没有这待遇。所以前2天我母亲节嘛，我小姑子给我婆婆送了一个礼物，炒菜机。因为他们不会做中餐嘛，就用这炒菜机来做中餐。结果一家人全员出动，在炒菜机面前站倍儿直，炒了一个毛菜，累废4个人。最后炒出那盘菜吧，就怎么形容呢？就感觉是那个东北烂炖吐了似的。这个炒菜机吧，咱也不知道是谁发明出来的，它是这么用的。就是你选择你做一个菜，我婆婆选的是西红柿炒鸡蛋。完事儿呢，告诉你需要准备什么食材，西红柿、鸡蛋。然后呢，告诉你准备什么调料，还不用1个计量单位，就酱油15毫升，蚝油15毫升，糖10克，葱花10克。这个环节就已经难倒了我婆婆一家人，因为没统一度量衡啊。那以前我说过，那你拿量杯来回就换算上秤，然后你这食材你都准备好了放手里呢，你炒菜机说，哎，你现在放啥？你呱你就赶紧放进去。你炒菜机还是挺要强这么一个人，他要说20秒之后放酱油，你要没放就嗷嗷响。哎妈，这个我婆婆紧张的，就生怕出错呀，就演练好几回呀。最后就是排练的队形，我公公站在最右边右1，手里拿着酱油；我小姑子站在右数第2个右2，手里拿着蚝油；我婆婆站在最中间，手里拿着一盘糖；我老公站在最左边，手里拿着葱花、葱瓣缕。完事就开始炒了，哎呦我的妈，那紧张的跟军训似的，那锅就是教官。西红柿炒鸡蛋1连2排，炒菜开始，不数，酱油、蚝油、糖、葱花，报数完毕，准备开炒，放大上。20秒之后，离场，放酱油。酱油在最右边公公手里，所以全家找酱油。香要看切，酱油在这儿找着先看。葱要往这紧密靠拢，好离点，好放完酱油了，好上市，等20秒，20秒到了，好离场，放蚝油。蚝油在哪儿呢？蚝油搁谁那儿呢？蚝油是哪个？什么是蚝油？香做香油看齐。警报要响了，我小姑发现啊，我是蚝油。好归队，香着看齐，放蚝油。好，再等20秒，上市。20秒之后放葱花，谁是葱花？我当媳妇是葱花，香着看齐。葱花来了，先看，好放上。哎呀妈，这紧迫感给这家整的，这菜炒的贼难吃，完焦虑症全整犯了。我说你这就给你炒疯了。那你看这菜谱还给外国人看的呢，那你要是看中国人菜谱呢？开始腌肉，爆椒丸腌多久？腌制入味。炒鸡蛋，爆椒丸炒多久？炒散。好，等待一下，上市。爆椒丸烧熄多久？烧熄片刻。等待油温8成热。爆椒丸什么是8成热？7成热和9成热之间就是8成热。放料酒，爆椒丸放多少？酌情放。开始翻炒，爆椒丸翻炒多久？炒至变色。爆椒丸
哎，你们知道有一个东西是中国独有精粹，别地方都少见，那就是秋衣秋裤吗？我记得我在英国的时候，那老太太们不管多大岁数，一年四季露着她们痛风的小脖子。我老公他们一家人也是嘛，在加拿大一到冬天，上身全副武装，但是下身依旧是大裤衩子配凉拖。我婆婆前年斥巨资给自己买了一个就加拿大鸟的衣服，然后跟我说效果一般，还是冷，预算还是不够，绒毛还是不厚。我说你冷就是因为你那个额底下露，额底下露。他们呢也没有什么风湿啊、着凉这种说法，反正他每年一到冬天，从腰到脚全疼。一回家为了缓解疼痛，打开冰箱就一桶冰淇淋，然后可怜兮兮的跟我说：“我觉得我的身体也扛不住了，我们都需要那种不上班的带薪补助，压力太大。”我说温迪啊，你一共上了6个小时的班，还有4个 coffee break， 你最缺的不是带薪补助，是带皮棉裤，带皮棉裤。我老公那就更是了，常年大裤衩子。我妈这不入秋了吗？怕他冷，给他整了一套秋衣秋裤，他不穿，跟我说别人可能不知道，但这事儿你知道啊。我现在回国了，我还是不会用蹲厕。我上厕所本来就需要把所有衣服都脱了挂门上。我虽然缺作品，但是我现在识别度很高，那玩意儿能少挂还是少挂呗，我也不能轻易丢人。我说你缺的是作变，不是作品。关键是你上厕所衣服挂门上这个事儿，很多人都知道了。他们在乎的不是门上衣服的分量，是门里雪人的朝向。他说不的，你这玩意儿穿上有点显胖。我说你听我的，你的体型不差这一点。他说哎呀，我是加拿大人，我不怕冷。我说你忘了吗？8年前大过年的时候，他来铁岭，非得说自己是加拿大人不怕冷，晚上穿个大裤衩子跟我爸下楼下放鞭炮，回来之后冻直了，就嘎住了，人傻了，不动地方了。我爸和我爷整几床大厚被在门口给他裹上了，抢救回来的，给他往屋里抬呀，跟要侍寝似的。关键是吧，这不要抢救他吗？得给他捂回来，给他背卡到这儿，就露个脑袋，人僵了，躺倍儿直，一动不动。我们寻思给他捂一会儿，缓一会儿。等我们再进那个屋的时候，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人摆在床上。大后背露个脑袋，身上僵直，地上撒满了一圈他刚才擦鼻涕用的卫生纸，呈小白花状。床头就是他的照片。我爸拿杯酒进去，想给他喝一口，都不知道往哪放，可能应该倒地上。我说这些你都不记得了吗？他说我忘了中国北方的冬天有多冷，那整一套也行。而且你老说那秋衣秋裤不舒服，那是你没碰着好的。我老说内外最舒服，内外最舒服，这句话我是发自肺腑的。我贴身的老多东西都是他们家的了。你看我穿这套，又合体还不臃肿，又薄又贴身，一点不显胖。远红外发热的性能，再配上锁温的能力，我们的宗旨是不是光让你温暖，保温1天他都管。而且它特别透气，不是那种硬捂着憋着不透风那种感觉，找的就是一种温度上穿了，体感上没穿的越朦胧强朦胧的感觉。他说那我现在算不算掌握东方精粹了呢？我说秋衣秋裤只是东方精粹1.0，他说2.0是啥呢？我说是这样的，奥达新结交的好朋友弗雷德来家里玩，这个弗雷德他吸引了姐姐在奥达所有的注意力，扎铁根本融入不进去，吃醋了。我不喜欢。我爱死，我爱死。但你说扎铁这人吧，你说他挺清高，他还挺市侩，人家进屋时候就送过他礼物。Thank you，因为我不要。人不在这屋时候呢，他还吃。你为啥不吃人家送你礼物啊？我不吃的。那你现在为啥吃呢？但是我喜欢奇趣蛋。但是奇趣蛋是小哥哥的呀。不对，奇趣蛋是巧克力的，是巧克力的。人弗雷德走的时候，早打去送，不用扎铁送，他非要送。我记得我得拜拜。现在上学呀，没车。那我下周可以来你家玩吗？可以。你没有专业啊！你没有专业。